这次我们要到京都追樱花。虽然日本到处都有赏樱景点，但首选还是在京都。起飞前还有点时间，来星巴克补充咖啡因。看到今天的飞机咯，踏着雀跃的心情，准备前往樱花之国。飞机上的快乐时光来咯，在机上用餐真的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这是我的牛肉饭，味道中规中矩。分享一个美味的小技巧：先将小餐包割开，然后加入附的奶油，全抹，不用客气。然后将火腿与沙拉也包进来。自制小汉堡完成，每次都觉得这个比主餐好吃。老公的三杯鸡也还不错吃就是了。看到海边的城市了，表示快到咯，平安抵达。下机后直接搭电车前往京都。今天住京都2条城南东横印，这是一家新的东横印。樱花季买到一碗2200台币的价格真的很幸运。因为是新饭店，所以房间非常整洁干净，整体空间不大不小。吹风机、小镜子、快煮壶、加湿器、垃圾桶、空空的小冰箱，以及模组化的浴室，就这样咯。好天气，好心情。追樱的第一天，在京都市区晃晃。一早来鸭川公园。来跳乌龟，因为鸭川的水上飞时有乌龟的形状，所以被大家趣称是跳乌龟。鸭川的水很清呢。鸭川沿岸也有不少樱花，边逛边拍樱花。24年追樱第1颗。到附近的下鸭神社走走，范围超大的一间神社。
春天来这里还有个目的，就是来买它的季节限定护手。3、4月限定的樱花护手。另外下鸭神社有很漂亮的女性护手，花色特别美，而且每款都不一样哦。我超喜欢这个瑜伽犬，还有其他不错的纪念品。可爱的八子屋有3只脚。逛一圈吧。往出口前进吧。接近出口处有个和合神社，供奉日本最美神祇，里面相关的东西都跟女生美丽有关。离开鸭川来到京都御苑，这里樱花也很多哟。这边原本是日本皇室的花园，后来改成公园开放给民众使用，当地人在这里聚会与晒自家毛小孩。这边也是带小朋友放电的好地方。
再来是京都的中心点。先来净个手。室内种植了很多只垂樱，是属于比较早开的樱种。今天来这边刚好遇上盛开呢。纪念品贩卖部好像有不少东西，来看一下。鸽子哎，这边的小豆手好可爱。狗，好奇小的。发现这里的东西风格都好日式古典。它在雾里面的。这里，哇，好多歌，那个香好香哦。发现纪念章，连纪念章都很古典，有好多实地藏，好可爱。今天最后来赏樱季人气第一的圆山公园。一进来就是满满的美食摊，随手买个点心。往内走会经过八坂神社，出神社后又是满满美食摊。人潮跟摊商是成正比的。圆山公园有超美的樱花女王，是科巨型之垂樱。找个地方坐一下吃点心。跟大阪烧的味道很像呢。大阪烧的味道。
主要的原料是高丽菜、面粉浆、酱油、美乃滋、葱，简单但意外的好吃。日本的葱好好吃哦，尤其是日本的葱，我真的超级爱。现场也有不少座位，人潮满满。到了晚上，樱花女王这边围观的人更多了。顺路往八坂神社方向回去。晚上神社也点灯笼，跟白天完全不同的氛围。舞殿上的灯笼晚上超美，好震撼呢！今天分享到这边咯，明天要去坐琵琶湖疏水船。今天本是这次来京都追樱最期待的一天，结果遇大雨，但票都订好了，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搭车到琵琶湖大津站，再转车到山景寺站。今天要来搭乘琵琶湖疏水船，出车站后旁边就可以看到琵琶湖疏水道，这边是疏水道的大津闸门，晚点会从这边开始乘船。岸边与桥边有不少樱花树可供拍照。看到今天要乘坐的船咯，还有时间，先去山景寺走一圈。树上还有些花苞未开。今天的雨好大呀！山景寺门口有赏樱地图。对，这里观光人潮不大，可以悠闲的赏樱。外围不少区域是免费参观的。要参观比较精华的地方，还是得购票。购票时会询问要何种语言版本的简介。山景寺原名为元成寺，后来因为寺内的山口灵泉而改名为山景寺，是座超过1200年历史的古老寺院，也是日本当今最古老寺院之一。
山景是在千年间经过许多战争与灾难的损毁，但还是不断的修复，坚韧地挺过来了，所以后来获得了不死鸟之寺的美名。主殿旁有不少高年份的大棵樱花树。来去主殿参拜躲雨。马上被纪念品吸引。手工绘制的达摩，而且连形状都不一样。长得不太一样，有没有？这个撇的比较漂亮。这七福神手啊，一次7个。对啊，超葡萄，就收集了，不用分开收集。也有好几款樱花相关玉手。はい、ありがとう。买。但是不好。主殿内也有展示一些文物。这是我们补修。雨稍稍停了，继续参观其他区域。时间差不多了，到前往大金闸门坐输水船。回到大金闸门乘船处。首先会对琵琶湖输水做行前教育与历史介绍。全程1小时多，先偷吃点东西。今天下雨，大家都在穿雨衣。准备出发。导游小姐姐会热情全程介绍。出发不久就进入第一个隧道，全程有4个。下雨天隧道内的排水口水量超大，每个隧道口都有各自的牌匾。输水船沿途河岸种植了不少樱花。今天天气不好，真是可惜了。
なってる。そうそう。菜の花咲いてますよ。ほぼ満開です。そうそうそ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ご飯食べたりしてはると。あれが羨ましすぎて、休みの日に来たことがあります。逆です。そうそう。だって、まあ、流れていっちゃうぐらいには早いタイマー。さっきも、まあ、この時期やったら特に気持ちいいんちゃうかななんて思ってて。来到山科这一段有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岸边除了樱花外，还种植了超多油菜花，可以在这里欣赏到黄色与粉色交织的美丽景观。大量の荷物を一気に運べるということで、収納も高さで川ぐらいのこのぐらいが川ぐらいのものなんですから、もしかしたら普通に当たるかもしれないぐらいさ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が白くなっています。井上川出島計画、今山を持って郷土市民の生活用水、ほんで皆さんが降りてからそうであろう。在最后的隧道内会利用投影做介绍，给这次的输水船一个完美的结尾。出来就是终点了。在京都处上下船咯。输水船会在此掉头，准备载运下一批游客到大津。这里有隧道洞门上的匾额介绍，输水船的全程地图。处上这里也是京都的赏樱名所。花苞没那么多，有一伞小区。顺路逛一下处上铁道吧。这边樱花季时有不少新人会来此拍婚纱照哦。因为雨势真的太大了，我们就此撤退。今天要去搭乘福建石儋州，搭电车到中苏岛站，先把纪念章补了。运河离车站不远，走一下就到。观光船除了冬天停驶外，其余时间都有。樱花季时船票可是一票难求哦。想在樱花季时顺利搭到观光船，建议提早在官网预约。如果预约额满，官网也接受候补预订。如果没有候补到，最后的机会就是现场排队。如果有顺利在官网预约到船票，教大家一个技巧，可以高几率坐到观光船的第一排位置。首先预约乘船的时间不要太早，
下午1点或1点20分的班次是个好选择。然后早上一到石旦洲这边就先去付款换票，越早换购船票就会得到越前面的座位号码。12号的号码牌就是船头的座位，而且是来回2趟都能确保坐船头位置哦。拿到船票后还有时间可以在附近拍拍照。樱花季时这边超级美的。时间差不多了，来去搭船。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坐船头要穿救生衣。出发。带大家看福建石旦洲的樱花隧道。右に流れてきておりますが、琵琶湖疏水の脇になります。明治一番奥の水路で2.5メーター、京都の資料山地の高さ。正面の橋、港橋になりますね。その橋の奥にある接下来会在三七闸门这边让大家下船。会给大家一点时间在这小岛上逛逛。坐船头的游客下船时会再发给12号的号码牌。三七闸门资料馆里面有石旦洲与运河的介绍，闸门的功能，相关的设备文物，当年的状态重建模型。原本用来载货的石旦洲，带酒破的比石旦洲更大的3石旦洲模型。除了资料馆，也可以在外面逛逛。超级大的闸门用链条。多大的链条？也可以近距离欣赏闸门。
下一趟船班载着游客来了，这艘船也是要带我们回程的船班。继续拿着我们的12号马牌上船。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はい、この戦いでは伏見の町の五香宮にも薩摩藩の東照会では伏見の町の五香宮にも薩摩藩勤労の志士たち若き命を燃やしながら起きた創始伏見を生した人物たちの歴史でもありました。町の風景を眺めていると鮮やかに幕枕、柳、秋の紅葉、冬は酒瓶の雪景色と四季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今天能坐到船头位置，真的超幸运。真是很开心，今晚做梦都会笑了呢。接下来我们往樱花隧道方向走，两岸满满的樱花，这边非常漂亮，也非常好拍照哦。来石碇州赏樱不会后悔哦，超推荐！走，接下来要去2条城看夜樱光雕秀。之前看网路有人分享2条城的夜樱秀，所以我们也早早在网路上预购了门票。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呗！网络购买的门票在入口处扫 QR code 入场。一进来的堂门就是一个华丽的光雕秀，超多人抢拍的哦，满满的拍照游客。大家都很有默契，站在后面拍。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空位，赶快录影。侧面的人比较少，也可以拍。
其实有个小技巧可以独占这个光雕秀的，像这样一个人在里面乱跑也是做得到的哟。跟着我们一起逛到最后，会教大家怎么做到哦。来这里一定要租个提灯笼，有好几款颜色，下方的投影也是各有不同。我们最后租了粉白色，因为这个颜色最接近樱花色。灯笼下方的投影是一个大大的午夜樱花。带着这个逛展区，整个人都觉得风雅起来了。走，进去看看吧。跟着我走。庭园区有不少樱花树，除了普通的打灯外，还有特别的点点星光。光点在树干上特别明显，现场看超级漂亮哦。城门边的灯光刚好拿来耍笨。穿过樱花园往下一个重点前进，这边有个超级巨大且震撼的城墙光雕秀。真的酷毙了！看完震撼的城墙光雕秀，
继续在园区里逛逛，拍拍照。香云亭也有特别的打光。好了，我们来实现独占唐门光雕秀。我们先往回走。我们逆向时就会发现满满人潮向前行，这个就是重点了。因为夜间2条城最晚只能待到10点，而且最晚入园时间只到9点，所以我们入园后就先到处玩，等到快9点时往回走到入口处的唐门，等9点过后就不会再有游客入园了。越往前走，会发现人潮越来越少。等最后入园的游客离开唐门往前走后，这个光雕主秀就是你的了。除了唐门外，这时往前走的一路上游客也会变得很少，很多地方也变得很好拍照。不过因为快要闭园了，行动也要加快脚步。这边要归还灯笼了。最后还有一区，是个剪影墙，可以让你拍很日本风的照片。这里真的很美，很庆幸能来，也感谢老天爷今天没有下雨。
很开心的一天，也推荐大家来享受一趟樱花光雕秀。接下来要去七股川看满山谷的樱花落。一早搭车往京都方向到龟冈。今天准备前往一个京都在地人的赏樱景点。京都站出发约20分钟的车程，就到龟冈咯。当然，车站里的纪念章也要记得收集。宝金川下。到门口的公车站转乘 F11 或 F12公车 ，F11 坐到七股川站 ，F12 坐到河原林口站。比较推荐 F11， 七股川站下车直接就到樱花公园了。我们时间没抓好，所以坐到 F12 公车，下车点离目的地比较远。但路上有经过一间日籍神社，就进来参拜一下。是间很在地的神社哦。除了神社，旁边也有日籍公园。神社内有棵神木，很大棵哟。非常古朴恬静的一间小小在地神社，没有观光的商业气息。最爱到处看石狮子了，大家都有各自的特色。看大家都给零用钱，我也来给。另一只也要给。主店后面有好多个小小神社，搭 F12 公车走一段路后，会来到七股川柔和之道的最前头。往里走会到樱花公园与樱花之道，这里的特色就是樱花特别多，短短的1公里多，种植了1500棵樱花树，樱花的密度超级高。走在这个樱花隧道内，不知不觉嘴角都上扬起来了，真的比想象中美不少。而且外国游客相当少，几乎都是本地人来玩，是个可以逛得很悠哉的赏樱景点，不太会人挤人哟。
柔和之道的底端，这里是樱花公园。这边有一些食物摊商，也可以在这购买餐食来野餐。我们在台湾就一直说要记得带食物来这边野餐，但还是忘记了，有够笨的。还好这里有卖食物，先来一份现做的炸鸡美乃滋冻，再一个五木饭团，950元。老板说饭团自己拿。隔壁买个章鱼烧。阿姨，美乃滋要多少自己加。现做的热乎乎。炸鸡冻也好了。找地方野餐。看起来不错啊，很大一个。如果坐 F11公车，就会直接在这边下车。过个马路，另一边是樱花之道，这边会更接近河边，有不少地方有台阶可以走到河边。再往前走，有桌子可以用餐。来吃午餐吧。现场还有推小摊车沿路叫卖的便当呢。手做饭团。人生第一次樱花树下吃章鱼烧。技术差。现做的炸鸡冻貌似不错。这饭很好吃啊。是有饭的。这区除了有用餐的桌以外，还可以下来到河边玩水。如果有带野餐垫，在这边野餐应该也很棒。而且满坑满谷的樱花真的很过瘾哦。水很浅，没有太大的危险性，很适合情侣或带小朋友来。
这可以做吗？里面怎么给它放一个旗？那么是旗袍。旗鼓川的樱花公园全区大致上是这样。准备搭 F11公车回去龟冈车站。接下来要往大阪与奈良方向去追樱落。今天从京都移动到大阪，从四条乌丸出发，很幸运搭到金雅洛号列车。这是一台内装全新装潢的观光列车，而且搭乘不用预约，也不需多付款。每节车厢的设计主题均不同，设计概念为京都的四季。官网有它的运行时间与停留的车站列表。来京都、大阪玩的朋友有机会可以顺便搭乘。来大阪赏樱，当然不能错过的是大阪城公园。先不要急着进护城河，在公园南端这边的南外库樱并木这区有着满满的樱花树，樱花的密度超级高。是个能近距离好好欣赏的好地方。这里能让你拍照拍得很开心。因为空间很大，就算人潮众多，也不会感到太拥挤。很多在地人也来赏樱，满满的野餐人潮。3、5好友相约樱花树下拉塞吃东西，一定非常开心。
就算忘记准备食物也没关系。这里卖小吃的摊贩也很多。烤肉超级香，但不便宜就是。来买个烤日币10元烧好了。其实就类似台湾的车轮饼，只是做的比较大个。蛮受欢迎的，排队人潮一直没断过。10元的图案10元只有一边，另外一边没有。你吃，赶快！买了起司口味，一口咬下没吃到料，里面的起司给的还算不少，甜甜咸咸的很好吃。栏杆上的小麻雀超可爱。吃完东西，继续往主城区前进。樱花季时，西之丸庭园会有樱花点灯活动，待会儿来去看。先去大阪城下晃一圈。城下的樱花也是满开状态了。黄昏的大阪城也很美。天色暗下来后，城内点灯笼，近看很壮观。走，前往西之丸庭园。大家都来这边了，满满排队人潮。不过购票速度很快，不用排太久。一边赏樱一边欣赏大阪城美景。景观真的是一流。看这个人潮就知道这边有多夯，而且大阪城公园的樱花树都比较矮小，樱花就开在身边的感觉。身处满满樱花环绕的环境超享受。越晚涌入的人潮越多了，建议大家早点入园。
大阪城公园赏樱真的很方便，交通便利，维护的又好，樱花数量多又密集，真的是大阪市区赏樱首选。另外分享隔天我们到大阪造币局赏樱，从樱之宫车站下车，沿着毛马樱之宫公园往造币局前进。这个公园沿着河岸也是种了满满的樱花树。大阪造币局的樱花隧道1年只开放1次，必须事前在网络预约进场。不过入场是免费的，很佛心。入口处工作人员扫码后即可入场。进来咯。晚上樱花隧道点灯也超美。这里最大的特色是种植了很多稀有品种的樱花。我们今天来的天气状况不是太好，但沾满雨水樱花也是另有一番风味。因为这里的樱花品种很多，看起来花色也迥异。像这个品种就特别白。另外各樱种开花时间也略有不同，有些满开，有些绿叶已经出来，还有都是花苞的。樱花树上都有品种的吊牌，这个蓝蓝的花朵就很红，还带点红色的嫩叶。朱雀名字超漂亮，粉白中带绿色嫩叶，是个很漂亮的粉红色呢。这个很特别，花瓣的边缘是比较深的紫红色，往内颜色渐白。钟馗名字很霸气，是个晚开的品种，这时候才只有花苞。带大家再欣赏一些不一样的花种。走着走着，快到出口了。左边是造币局博物馆，是个很漂亮的建筑。出口这边有个贩售部，都免费进来赏樱了，还去支持一下。买了一个盒子超漂亮的硬币造型法兰酥。
离开吧，来去吃饭。来天王寺这边吃炉边烧，这是家 CP 值超高的烧烤居酒屋，标榜全品项300日元。炉边烧其实就是日式烧烤，源自仙台，传说在古代只有武士才有资格享用。好，现代的我也来享用。看一下菜单，第一页是酒单，酒比较重要是吧？菜色不少，海鲜、肉类、沙拉、蔬菜、杂物、饭类都有，大部分是300元，还是有少量高级品600元。5000元可以吃到饱，1500元酒类喝到饱。吃烧烤哪有不喝酒的道理？干杯！点心先上了，烤乌贼麻薯。味道像日本的软鲜贝。酱烧炸鸡翅。你们一开始那种这个可以，好吃。酱汁偏甜，鸡肉软嫩。再来，吃烧烤哪有不喝酒的道理？烤山药与烤熔螺。外皮焦脆，里面松软，好吃。烤熔螺一颗300日元，真的超便宜。现烤起来超级烫。很大一颗呢。好烫，不知怎么入口。烤天使虾跟鱼下巴来咯。虾子中间已经帮你剥好壳了。这虾子好大一只，很新鲜。虾头的虾膏也很甜。超 Q 弹。很可以。奶油马铃薯，日本的马铃薯怎么能这么好吃？
烤鱼下巴超级推，300日元竟然给了半颗鲷鱼头。超级好吃，加点的啤酒来咯。小杯的啤酒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来个超大杯，干杯！好重，快拿不动了。烤饭团也来试试。外表烤得焦香酥脆，像是裹了一层锅巴在外面。除了酱油香味外，似乎还带点微微的味噌香气，咸咸甜甜的，很好吃。最后加点了综合串烧，鸟蛋、香肠、丸子。各种肉串与鸡软骨共10串，这餐吃得好满足。就用这杯敬大家。抱着。今天要去远一点的地方看樱花。先搭古丁线到天王寺站转车，再从阿布野桥站搭进铁线前往吉野站。今天的目的是有一目千本之称的吉野山，意思是指吉野山的樱花多到一眼可以看到上千颗。到吉野站咯，满满的人潮呢，不过几乎全是日本在地人，这里真的是很在地的热门景点。往前走，直接搭公车到山上，再悠悠地走下山，人潮真的有吓到我们。樱花季的公车是采加班车，人满就发车，所以班次很多，很快就搭上车了。整个吉野山分奥千本、上千本、中千本、下千本4个区域，山下可以搭大公车到中千本。在中千本这边可以另外再买小巴的车票到上千本。小巴会坐到上千本的最高处。到上千本的下车处后，旁边可以到金峰神社晃一下，不过先得爬一段超陡的斜坡，真的是累死我了。加油，快到了。金峰神社祭祀的是吉野山地主神。在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是纪伊山地的圣地及朝圣路中的一部分。参拜了一下后，正式开始我们的吉野山赏樱之旅啦。因为高度的关系，吉野山每个区域开花的时间略有不同。你还可以注意到那里啊。
今天上千本樱花大概只开了6、7成，中千本与下千本应该都几乎满开了。这是吉野水分神社，是吉野8大神池之一，也在2004年被列为世界遗产。继续往中千本方向前进。上千本这边有个花矢仓展望台，海拔约600公尺，可以直接看到上千本、中千本与下千本的所有樱花树哟。这个一眼望去不止千本樱了。观景平台这边也有店家贩售食物与伴手礼。樱花饼，卖什么？樱花饼。购买餐点后可以使用一旁的座位，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美景。知道了。离开展望台不久，会来到上千本的樱花林。整个吉野山最美的应该就是这区了。整个吉野山数万棵樱花树完全映入眼帘。这区有多热门，看人潮就知道了。因为像以前忘了，真的是碎的，没起来。色份。从刚才到现在为止，都还在上千本的区域。接下来就漫步在樱花林中往中千本前进，然后来去密十八。连续下坡。
在中千本这边有很多餐厅，不过人潮真的太多了，餐厅几乎都客满，所以我们到旁边的小巷弄内找一家私人的小店。这时候有东西吃，有地方坐一下，就真的很感恩了。点了套餐，先拿到饮料，找地方坐下来吧。还不错啊。也被读一次而已。对啊。对。套餐900日元，有五目饭、味噌汤、饮料与甜点。吃一大口五目炊饭，然后看着庭院的樱吹雪，真的很风雅。对啊。好多料哦。真的是老公说看樱花就要点樱花啤酒。甜点是奶油抹茶蛋糕。饭后来个甜点就是开心。它有肉桂味。很神奇，有个肉桂味的抹茶蛋糕。那抹茶加肉桂啊？我不知道有一个肉桂味啊。不过蛮搭的，很好吃就是了。吃完饭继续来到竹林院群芳园，这里有大和三庭园之一的美称，现在也是一家旅馆，更曾经登上日版米其林哟。中千本这边相较于上千本的自然环境，有比较多的人造设施，相对的商业气息也比较浓厚，也就是吃的跟可以逛的店家更多了。就先来一串酱油团子吧。艾草口味的吧？很大口。的感觉。这家团子口感偏软，不像麻薯那么 Q 弹，焦香、酱油香、艾草香，并带淡淡甜味。艾草味的酱油团子是第一次吃到。这区的人潮更多了呢。有卖特别口味的双麒麟。对啊，旁边有点樱花色的哟。他说麻吉啊，桜麻吉。是个口感 Q 弹的樱花麻薯口味。商店街蛮长的，不少餐厅、礼品、小吃店与伴手礼店。我们走那么远呢，哇，好棒棒哦！很外面的樱花派。接下来到吉野山这里最大的寺庙金峰山寺，这里是大峰山朝圣之旅的起点，也是其他多条朝圣路线中相当重要的停靠站。每年7月7日，这里有个祭典会举办飞蛙仪式。典故源自古时候，一个男的因为对藏王权限不礼貌，被神明惩罚丢到山崖上。后来金峰山寺的僧人好心施法，将它变成青蛙，让它可以飞跃下悬崖。最后还好人做到底的帮他恢复人形。他那个卖2巡礼耶。这是金峰山寺的正殿藏王堂，
现在的样貌是1590年由丰臣秀吉出资重建的，是日本第2大的木造建筑哟，仅次于东大寺的大佛殿，很有历史感。继续往山下前进，接下来就是要到下千本。这有很多柿子哎。这边一路上的商店街与樱花树并存，是个边赏樱边逛街的好地方。因为刚刚说的那个人变成青蛙的故事的关系，所以这里有很多青蛙的小吃吃。这是石头的吧？来到缆车站的山上月台了。如果只想逛中千本与下千本，在山下直接搭缆车到这边也是个好选择。走累了想直接下山，也可以从这边搭缆车下山。我们选择继续走路逛完下千本。因为现在下千本樱花正满开，怎能错过？从这边可以看到下千本樱花满开的盛况。下面就是下千本最有名的七曲坂樱花步道。蜿蜒的坡道中布满了盛开的樱花树，真的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呢。大家都这样子超长的。路上还可以看到缆车交汇。这次来日本赏樱的缘由，就是听说了吉野山满山满谷的樱花，想着来感受一下，所以才有了这次的旅程。今天如愿见识到奈良吉野山一目千本樱的震撼了，真的很幸运的见识到满山炸裂的樱花。虽然游客真的多了点，但作为赏樱一日游，吉野山真的很不错。有来关西赏樱的朋友们，可以拨一天的时间来这边逛逛，亲自感受一下一眼望不完的绚烂樱千本哟。今天准备离开咯，来关西最方便的就是可以直接搭电车前往机场。
这次到京都追鹰去了好几个特别的地方，虽然琵琶湖输水船那天下了大雨，有点小遗憾，但其他时间几乎都幸运度爆棚。石弹舟坐到最前座，独占2条成夜鹰秀，漫步七股穿鹰步道，体验吉野山千本樱，还有好多好多美食，真的值回票价了。我们一起的旅程还会继续，期待下次的再见啦！